香儿和慧儿都已经被我打发出去了，我们若是真要走，现在必须上路了。昨日子歇，他和我说了许多，但有一人，他从头至尾就没有提及。我能猜到，他为何不提他？他若提起大王，只怕你不会答应跟他走。是啊，我心里放不下，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想到大王，我就拿不动这包袱，走不动路。事到如今，你顾不上两头了。是，姑姑说的对。怎么了，月儿？孩子，孩子在动，他在动。快坐下歇歇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在动。孩子听见了，他是最有灵性的。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有了这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到孩子的父亲？月儿，月儿，好了，月儿。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月儿。月儿，再哭下去，身子会坏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月儿，你的心意我也知晓。无论怎样，我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公子恕罪，大王已在郊外的十里亭备下了酒水，想与公子一叙。
头。大王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呢？大王这里许久无人打理，芈月于心不忍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寡人都已经说过，等你腹中的孩儿出世后，你再来承明殿，给寡人整理书简。可惜这孩儿和他娘亲一个秉性，性急起来万事顾不得。今日这孩儿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，想来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，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带他过来，刚进了大殿，便立刻安稳了。寡人看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到了承明殿就安稳了？因为承明殿书营四壁，墨香四溢。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。记得寡人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，却以为她是个只知晓用鞭子的野丫头，谁料竟与书斋有缘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月儿没有哭，月儿只是心里头更清明了。你清明就好了。你该知道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。寡人疼你，疼咱们的孩子。大王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了好了。八子，嘿嘿，张子久违了。八子，多日未见，这果实已经成熟了，啊！哈哈哈哈！大王唤我到承明殿议事，公事议完，办点私事，来看看你。张子是我一直想见又不得见的人，你若再不来看我，我就去见你了。张仪做什么不妥之事，让你如此惦记？是因为芈月有一事不明，存在心里许久，说出来后，望张子答疑解惑。单说无妨。张子可否告诉芈月，那日四方馆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四方馆？张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那日我和子歇都是被不知名的神秘之人约到四方馆去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人不该是想要害我们。说起来，四方馆是最周全的地方，如此安排缜密，太像张子的手法了。这事你可冤枉张仪了。有人想做局，大王担心你们不知凶险，掉进其中。接下来的事，我张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大王，要谢你就去谢大王嘛。难道大王知晓这一切？大王的眼睛无处不在，只是他情愿看到，还是不情愿看到？那大王不疑心芈月
与子歇有私情？大王当然知道你与公子歇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当然有私情。但是大王深信你已经是秦国的八子，而非楚国的公主了。那最后的结果证明，大王没看错你。谢张子帮芈月解开了这个心结。这心结是你自己解的，与在下无关。方才张子提到，说有人做局，这事有些蹊跷啊。做局的人藏匿很深，我想大王多半是因为揣摩不透对方的用意，所以把这事暂且放一放。这阵子大王特别忙，天还未亮就跟司马错和公子华一同出城去巡查军务了。这样看来，函谷关外的风声是日渐紧起来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恭送八子。王后，大监免礼。大王说，监管兵器制造的大公爷，叫工匠们研制出一批新的兵器。正好处理子也从函谷关回来了，要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兵器。这几日，大王就住在宫外了，后宫的一切就交给王后。大王还说，宫中有王后主持，他很放心。知道了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姑姑，好了吗？还要再熬一会儿。姑姑，女医治去哪儿了？怎么换了个姑姑？啊，听说女医治在咸阳街头被恶霸打劫，头上伤得厉害啊！王后那边只好临时指派了艾姑姑来照料你。女医治伤得重吗？都被抢了些什么？据说是买草药的钱。秦国实行连坐之法，轻罪用重刑。那街头恶棍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智姑姑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是啊，拜见八子。艾姑姑，我来吧。这是太医院开的补身药，八子还是趁热喝了，免得药性差了。姑姑看着好面熟。月儿忘了，艾姑姑也是王后的陪嫁，跟咱们一起从楚国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艾姑姑还曾随着女医治到林园里来采过草药呢。可不是，在楚宫时，我和女医治走得最近，这次也是女医治向王后推荐我替她来照料八子的。这药的气味闻着好像和昨日的不同。这是太医令新开的药方。李密太医最近刚升了太医令，王后说八子临盆在即，特意嘱咐他勤来给八子请脉。唉，日日吃这些苦药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按日子算，还有1个月就要临产了，快了。魏夫人，妹妹，
魏夫人有何事？妹妹本是天生丽质，可是今天细细看来，这面色可不太好，怕是气血有些亏吧。嗨，什么亏不亏的，还不是过一日混一日。妹妹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波人呀，算是过气了，可妹妹那是春光正好啊。妹妹不心疼自己，姐姐还心疼你呢。哦，对了，姐姐那有一个极好的补血养颜秘方，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试一试啊？是吗？管用吗？秘方是先王后留给我的，当年先王后独自一人享用这秘方，那容颜似芙蓉出水，宫中的女子都妒忌死了。那若真如姐姐说的这样，那就先谢谢姐姐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去我宫里坐坐，容我把秘方给你找出来。是。这2日，这孩儿在我肚子里闹腾的厉害，让我整日都觉得心里慌慌的。说起来，日子还没到，八子也该小心着。啊，昨日八子执意要到园子里转转，是不是累着了呀？我哪有那么娇贵啊？八子的脉象不是太好，这2日就不要外出了。臣再给八子开几副药，艾姑姑见好以后，请八子早晚各服用1次。是。自从服用了9夕安神丸，每日天一黑，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王后这2日睡得可真好，昨日王后刚睡下不久，小公子的奶娘就在王后的窗前打碎了1只碗，我们都怕会惊醒了王后，谁料王后竟毫不知觉。王后白日辛苦，晚上睡得香甜些也是应该。说起来，这只百宝匣还是王后出嫁时威后特意交代奴婢带上的，匣子里装的都是楚国珍藏的罕见神药，秦国这边的太医只怕见都没见过，每一种药的用处也都在匣子里标得明明白白的。那姑姑就收好了，要用的时候问你要就是了。王后说错了，奴婢想的恰恰相反，是该把这匣子交给王后的时候了。那是为何呀？一来是这匣子里的东西过于贵重，王后保管更为合适；二来，奴婢也上了岁数，早些交代了，心里踏实。舒儿还要姑姑看着荡儿长大成人呢。姑姑这么一说，就是想偷懒。奴婢哪儿敢偷懒？匣子里装着的都是威后给奴婢的嘱托，奴婢活一日就不敢有一丝怠惰。好了好了，你若硬要给我，明日再说吧，我可要去睡了。我这贪睡劲儿啊，好像只有荡儿能跟我比了。姑姑，你看，八子，药给您煎好了。多谢姑姑。快喝。八子，我们回来了。今日永相真是忙得很，我们去领东西，竟等了快1个时辰。说是八子要生产了，大王叮嘱内府给了不少好东西呢，待会儿给八子看看。好，行了，看你们2个小丫头打扰的，八子的药都快凉了。
孩子，姑姑，香儿慧呀！快去把艾姑姑找来！啊，夫人，夫人，艾姑姑，姑姑，艾姑姑呢？人不见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屋子里没有人，人不见了。姑姑。要伤了，玉儿只怕是不好了，羊水都已经破了。慧儿，跟我去王后那儿找人。夫人，你怎么样了？夫人，王后，开门！开门！王后，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慌什么？开门！姑姑，王后，快开门！开门呐！开门啊！开门！王后，快开门啊！珍珠珊瑚，你们两个回去守着王后。王后，是。你们几个随我来。是。开门！王后，开门！王后，深更半夜的喊什么？王后跟小公子早就睡了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在这儿吵闹？大妈姑姑，求您去通报王后，米八子腹痛不止，而且已经见红了，怕是要生了，求王后请太医去救命啊！救什么命啊？哪个女人生孩子不叫几声痛啊？就你们八子金贵？玳瑁姑姑有所不知，八子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，早晚会出事的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明早王后醒来，我自会禀报。赶出去，关门。是。玳瑁姑姑，你不能走，八子性命在你手里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吓唬谁呀？姑姑，女人生孩子，痛个2、3天是常事。我已经说了，明早王后醒来，我自会禀报王后，王后也会宣太医来。玳瑁姑姑，我求你了，八子是王后的亲妹妹，她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闹也没用。太医都在宫外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谁去给你们找太医呀？你们不是有王后指派的女医吗？找她去吧。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事情怎么就那么蹊跷？突然腹痛，要临产了，那个爱姑姑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这里面有鬼，一定有鬼！什么有鬼没鬼的？你不要故意生事啊！我要见王后，有人要害我家八子！闹够了没有？王后，救命啊！王后，把他捆起来，塞上王后，玳瑁，我失手了，就是你要害我家八子。从他出生开始那天，你快走！你老实点，快走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关门！夫人，你怎么样了？夫人，夫人，找着人了吗？找着人了吗？你哭什么呀？魁姑姑呢？急死了！玳瑁姑姑不肯通报王后传太医，还把魁姑姑给捆了。魁姑姑说玳瑁姑姑是恶人，诚心要害死夫人。那有没有太医啊？没有太医了，没有人能救夫人。那怎么办？夫人，你先吃吃，快去永祥，去永祥找女医治。女治，夫人，夫人。女医治，救命啊！米八子出事了！女医治，救命啊！女医
出事了，快！八子怎么样了？他晕过去了，去看看。药香，你们在后宫各处留意查找，看那个爱姑姑到底藏哪儿去了。是。去。早产，腹痛不止，恐有生命之忧。照料他的女医也突然失踪，宫中恐怕是出事了。给寡人更衣。大王，快，寡人回宫去。是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快醒醒啊！智姑姑在这儿呢。我跟慧儿也在这儿呢，我们都等着你把孩子生下来。夫人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夫人，夫人醒了。八子，智姑姑，恐怕这次熬不过去了。净说胡话！你是少司命庇佑之人，少司命不会轻易放弃你，让你和孩子走的。夫人，夫人，快加快脚步！微臣来迟了，请大王恕罪。啰嗦什么？人命关天，还不快进去？是，快！姑姑，大毛姑姑不好了！大毛姑姑不好了！大王回来了！刚刚有人看到大王带着人往米八子的住处去了，其他各宫的夫人也都赶来了，还有太医。嘿，小声点！大王怎么会知道消息的？谁给他通报的消息？谁还顾得了这些啊？大王回来了，再不叫醒王后，这可是谁都担待不起的大罪了。这事儿跟你们有何关系？跟王后更是没一点关联。我现在就去慢慢的叫醒王后，告诉她米八子早产，大王回宫了。有什么事你们全都推到我身上。像那芈月命再大，也逃不过今天这一劫去了。哎呦，姑姑啊，这可真怨和大王呢！千万别怪罪我们啊！快姑姑，快姑姑！王后，大王，王后姗姗来迟，这一夜睡得可好？臣妾昨夜服了安神药，竟不知宫中出了大事。王后服了何等安神药？满宫人都被叫醒，唯有王后昏睡不醒。禀告大王，王后确是今日一早才知此事。今日公子丹患病，王后照顾公子一直不曾睡好，所以奴婢才给王后服了9息安神丸。奴婢揣度着，从阵痛到孩儿落地，总不至于立时3刻的，所以就没敢叫醒王后。是奴婢有罪，望大王不要责怪王后才是。芈月腹痛早产，指派给芈月的女医也失踪了。
就算王后昏睡不醒，满宫人也都昏睡不醒吗？大王曾经说过，是派臣妾照顾芈八子。芈八子虽然没有住进长宁殿，但臣妾对芈八子仍有义务。臣妾失职，臣妾也难逃疏忽之咎，望大王恕罪。芈八子的侍女叫嚷的满宫都听见了，臣妾本有心过问，可是听说芈八子派给王后报信的姑姑被关押起来了，臣妾也就没敢再过问了。王后，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那魁姑出言不逊，吵闹纠缠，奴婢怕她惊醒了王后，所以就私自做主，暂时叫人绑了她。这么说，寡人的后宫不是由王后来执掌，倒是叫一个贱奴来执掌。大王，把这贱奴叫永相先打20棍杖，待寡人理清了缘由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芈月怎样？芈八子情况只怕不好。芈八子属于热伤冲任，破血妄行，胎动不安，又因胎儿位置不正，对于即将临产的芈八子来说，凶多吉少。你说什么？凶多吉少？前几日，臣发现芈八子脉象有些异常，就专门用了续断、桑寄生、菟丝子、白术、黄芪等几味药，又对照顾芈月的艾姑姑打了招呼，让她细心照料，但是竟然毫无作用。待微臣问过艾姑姑，或许能略知一二。那艾姑早不知去向。你这个太医令是宫中的木头摆设。我跟你说，今日芈月没事，也就罢了。若有差事，寡人便焚了你这个不中用的木头摆设。是，微臣已让女医治继续烧艾用针，不知是否能将胎位稍稍调整过来。把这个贱奴拖下去。大王，戴某姑姑年事已高，做了糊涂事，是臣妾疏于管教，求大王宽恕姑姑，责罚臣妾吧。王后此刻才来引咎自责，是否太晚了？昨夜芈月生不如死，却无人照应，如今却齐齐地挤在这里凑热闹。除王后外，其他人给寡人都滚回宫去。是大王。大王，眼下要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八子，醒醒，再努把劲儿！想想你娘亲，想想君亲，他们都是为你而去的呀。你身上是几条人的性命，是为他们活着，千万别放手，千万别松手啊，月啊！坚持住，娘亲，用力啊！好，好，夫人。用力啊！八子，用力，用力呀！大王，大王，怎么样？孩子胎位不正，臣用尽毕生所学，保一人性命还是可能的。请示大王，是保孩子，还是保母亲？当然要保。保母亲。自然是保母亲。是。你听见了吗？夫人，大王说要保住你，保住孩子的母亲。八子，
不要管我，抱孩子，抱孩子。月儿，你使劲啊，坚持住啊！快拿些鹿茸和人参来，让八字含上。月儿，这不能生，就看他的命了。使劲，给那个水拿来。月儿，拿水去！快拿水！快点去拿水！月儿。用力呀！我快不行，不行，月儿，使劲啊！用力呀，月儿！夫人，坚持住，使劲啊！夫人，让女八字再撑一把力气，告诉女一志，插百会穴，快，一定要快！哎，大王，万万不可！你是金匮之躯，入产房将有血光之灾的。事到如今，寡人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哎呀，大王，这晚就来不及了！不能去啊！滚开！给我滚开！全都给我滚开！大王，滚开！大王，大义大会，你就是不顾着你自己，你也得顾着秦国的国运呐！大王！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你不能死！你给我听着，你要给寡人活下去！寡人还要你去成明殿为寡人整理书简。寡人还要你陪寡人看着大秦一统天下。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醒了，女儿醒了！八字，使劲儿！坚持！有的，吸气！1、2，八字，使劲儿！生了！你八字生了一位公子，母子均安。赏女一志和太医令，重赏。谢大王。每日八子服用的药汤，那药渣必定是要留下来的，这是太医院的规矩，以防万一有什么差池也好核对。可为什么找遍了整个院子都找不到呢？从草药到药渣，爱姑姑从不让我们插手。爱姑和我们也算是几10年的相识了，我真不敢相信她会害月儿。智姑姑，你快看，这是不是药渣？
没错，在哪儿找到的？在柴房的柴堆下面。不好，我得马上去见太医令。女医治，此事你能确定？奴婢不敢有半句谎言。太医令开的安胎药确实被人动了手脚。经查证，那人不仅在安胎药的成分和用量上做了文章，还在里面添加了一味害人之物。是什么？在被找到的药渣里，发现了大量的水蛭。那东西是破血清瘀的良药，但怀有身孕的女子是万万碰不得的。胆大包天！因为那爱姑与奴婢一样，都是王后陪嫁带过来的女医，奴婢以为是可依赖之人，举荐她照顾八子，谁知她竟包藏祸心，奴婢有罪。臣用人视察，请大王责罚。好了，念你们二人昨日救护芈月和王儿有功，算你们功过相抵吧。谢大王开恩。寡人还有一事要问你们两人。王后那安神丸是怎么回事？王后用的安神丸是楚国南蛮之地的秘方，对此药，女医治应当更清楚些。这种秘药的确有迅速催眠、令人昏睡不醒的功效，但长期服用却是伤身的。想来王后本人可能并不知情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以为如何？大王不必问老奴，依老奴看，大王心中早已有数。戴瑁是王后心腹之人，那爱姑又是被戴瑁指使。寡人宁可相信王后并没有害人之心。王后若被蒙在鼓里，那安神丸定是戴瑁为了自己主子开脱的手段。大王说的甚是。可惜那爱姑还没有抓到。大王尽管放心，既然已经全城通缉，他跑不到哪儿去的。不管怎样，凶犯是王后的人，王后仍有失察之过。都2天2夜了，就这么昏睡不醒，可怎么是好啊？太医说了，夫人生产时太辛苦，力气已经用光了。小公子和夫人能活下来，全凭运气。可怜的月儿。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。月儿，月儿。孩子，快让奶娘把小公子抱来。月儿，你总算醒了，你都睡了2天2夜了，吓死我了。大王，大王每日都来，还有王后，其他嫔妃啊，也不时派人过来打探，还送来了礼物。樊长史还送来了一套小被褥给小公子，那针线好精巧。八子，你看。是男孩。是啊，男孩。男孩好啊，男孩真好，男孩以后
应了，可以自己征军功，领封地，自由自在的活着，不用像你娘亲和你外祖母一样。王后，听说爱姑姑被抓了，关进了永巷，还没用刑就什么都招了。她说这一切都是玳瑁姑姑谋划的，玳瑁姑姑要她下药害芈月和芈月肚子里的孩子，为此给了她许多财物，还许给她在楚国的家人很多好处。姑姑好糊涂。大王看了口供，雷霆震怒，说什么？大王说，你说吧，我受得住。大王说，玳瑁姑姑恶疾祸淫，所以要被枭首示众。你是说，玳瑁姑姑要死了？她的头要被挂在宫墙上。是。我要去救姑姑，一切祸事因我而起，姑姑生死攸关，我要去救她。王后，可是大王已经下旨，眼下谁都救不了姑姑了。不，有一个人可以，只有他肯说话，一定可以救得了姑姑。八子，王后来了。姐姐，你们都出去，我与妹妹有话说。出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坐下说话。妹妹，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玳瑁姑姑以身试法，的确该罚该杀，但她自幼照料姐姐，与姐姐情同母女，姐姐不忍看她身首异处。只要妹妹求大王开恩，留玳瑁姑姑一条性命，妹妹要什么姐姐都答应你。姐姐起来说话。不，除非妹妹答应替玳瑁姑姑向大王求情。姐姐糊涂。姐姐待月儿恩重如山，妹妹从小受姐姐庇护恩惠，若有所求，月儿无不答应。但玳瑁不同，她为非作歹，刑罚不容，更何况她是百毒之源，她日日夜夜言辞蛊惑，离间你我姐妹情谊。她为鬼为欲，最终害人害己。姐姐救她是饮鸩止渴，玳瑁去了，那是姐姐的一大幸事。姐姐不该为她说情，我更不该留她。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，更是为了姐姐的缘故。不用说那么多。总之，你是不肯除恶务尽。芈月不能做违心之事，哪怕姐姐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你，我求你了。
姐姐是明理之人，戴瑁罪孽深重，天地不容。姐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，不要怪我。王后这边。这边，打开。就是这件。姑姑，珍珠、珊瑚，你们两个死丫头，怎可把王后带到这种地方来？姑姑恕罪，恕罪。姑姑不要怪罪他们，是我一定要来的。王后金枝玉叶，万万不该如此任性。戴瑁是有罪之人，已经连累了王后。从此，王后不要再跟戴瑁有任何瓜葛。姑姑快起来，姑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姑姑是母后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母后将姑姑指派跟着我来到秦国，就是把母后的爱一并带过来。在秦宫，无论经受多少周折，哪一次姑姑不是为了我受苦？如今又身陷牢狱，姑姑看着你长大，你是姑姑的心头肉啊。王后只要告诉我，那个孽障到底被我除掉了没有？姑姑不要说了，姑姑落此地步，为的就是这一个念想。你快告诉我。还是没有。那孽障的孩子呢？至少那孩子被除掉了吧？姑姑，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如何对得起威后的嘱托？如何有颜面去见威后啊？姑姑糊涂。你若能放芈月一马，我们在宫里一时再忍一忍，总能与她相安无事，何苦要搭上自己的性命？王后打算息事宁人，可那芈月绝非是省油的灯。王后莫不是忘了，临来秦国前，威后给王后讲的预言，八星出世，当主天下大变。那个芈月是要抢你王后和我们荡儿的太子位分的，她就是要抢走本归属于你的所有东西。奴婢怎能袖手旁观，容她得逞啊？可是我不能没有姑姑。王后自小宅心仁厚，姑姑给你做什么都值得的。
但若不是王后心肠太软，一次次的阻止我下手，或许我们早就除去了那个心头大患。不怕王后怪罪，就是怕你从中作梗。姑姑这次才狠心给你服了安神丸。姑姑去了，去给威后请罪。以后护不得你跟当儿周全了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不，姑姑，王后不哭，姑姑没有亲人，上路前有王后为姑姑送行，姑姑走得踏实。你失血过度，那红枣精米是要天天喝的。补血养颜，薏仁米也是很好的。多谢姐姐们挂念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臣妾不能起身，望大王恕罪。坐着别动，身子得慢慢养，但脸色看着却比昨天好许多了。多谢大王体谅。这孩儿懂事，很少哭闹。今日他还对臣妾笑了呢。他知道来到这个世间有多不易，这孩子也是命大。大王，给孩儿赐个名字吧。就叫继儿吧，蜀骑同路，喝马书脉，五谷丰登，乃令国家兴旺。继儿，继儿，臣妾喜欢这个名字。好，多谢大王。恭喜八子。大王起的名字确实很好。蜀骑同路，五谷丰登，听起来很平凡，实际上寓意很深啊。祭者，社稷也，在朕在肃，实为后祭。当之名是为了纪念商王成汤，祭之名是为了纪念周王始祖后稷。大王起名字从来都是深思熟虑，看来大王对这两个儿子都寄予了厚望啊。果然知道，你让他们都下去，定是有话要说。芈月要求大王开恩。你是在为谁求情？芈月知道这次自己和继儿凶险异常，但请大王不要将此事迁怒于王后。凶犯是王后身边人，王后必须要有所担当。再说，这安神丸来得有点蹊跷。戴瑁是罪有应得，但此事连累了王后，芈月却要为姐姐抱不平。王后一向心慈手软，服用那安神丸也是戴瑁故意所为之。明明是受害之人，却要受大王的责罚，姐姐心里必定会觉得委屈得很。你一点儿都不觉得王后跟此事有关系？芈月知道姐姐的为人。好吧，既然你为王后开脱，寡人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。不是芈月面子大，而是因为大王是明君。多谢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也学会了阿谀奉承了。姑姑的头
还在城墙上挂着。是，大王此次也太过分了，为了一个芈月，连王后的面子也不给。大胆！这话也是你这身份的人说的。王后恕罪。大王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芈月，是为了整个后宫。大王是要以成世界，但姑姑却是为我死的。那城墙上挂着，便是我的头。王后，你们都起来吧。是。听说大王给芈月的孩儿起了个名字，是，给那孩子取名叫季。听大王说，蜀季同路，荷麻舒麦，五谷丰登，乃令国家兴旺。是啊，五谷丰登是个好名字，好寓意。此刻夜静无人，我特意把你们叫来，是有话对你们说。前些日子，我和姬儿死里逃生，全靠你们以命相搏，芈月自然感恩怀德。夫人待我们亲如姐妹，夫人有难，我们岂能置身事外？想那爱姑姑与我无冤无仇，却下毒手害我。她害我，一是因为贪财，二是因为家人在楚国受到挟制，所以我想到了你们。你们在我身边多年，若有父母兄弟在楚国受人挟制，尽管把他们的名字报给我，我托人把他们赎出来，也好叫你们就此安稳。奴婢本是南越夷狄，族灭以后就只有我们兄妹二人。夫人若能赎回我哥哥，奴婢从此再无顾忌。我家是奴籍，年幼时旧主人家落了难，我一家被分头卖出，如今已记不得谁是谁了。做奴婢的，若不是自己得势了，记得亲人回去找，谁会记得我们这些微贱之人有无亲眷？做奴婢的也是人，过2年我会分别给你们个妥帖的去处，是托籍出宫成家立室，还是留在宫里，全由你们自己选。奴婢愿为夫人效死。起来吧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王，坐。王后很久没有来承明殿了。臣妾知晓大王政务繁忙，不敢前来打扰。只是这2日阴雨，暑热里的潮气是最伤人的。臣妾特地熬了薏米百合红豆汤，给大王送来。大王，不妨尝一尝。好。汤不错。王后还有什么事吗？自从芈月产子，大王很少来交房殿了。你知道寡人忙，
大王没有深究臣妾的过错，臣妾感恩戴德。祸乱之首，已按宫规处置。但愿后宫从此不再多事。臣妾明白。你明白就好了。还有一事，臣妾要向大王禀报。说。景氏有身孕了。好，景氏是你的应试，你替寡人好好照顾她。那是臣妾分内之事。只是芈月为大王产下公子，按照宫中常例，大王是不是该尽一下她的位分？芈月这个孩子来的实在不容易，给她提位分也是应当的。不过，如今宫中位分比芈月高的，一个是魏夫人，她在先王后时就代掌公务，所以自然无话可说。另一个就是唐夫人，也是寡人为太子时就在身边服侍的老人，名正言顺。再有的就是魏良人，他是周天子做媒的宗室陪嫁之姻，也是应有之分。其余的无论有无儿女，位分都在芈月之下。此事暂且缓缓吧，免得后宫非议，说寡人过于偏宠他。大王想得周全，那就先缓缓吧。臣妾想，等那景氏生产后，让她与景氏一同提位分，这样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。就照王后说的办吧。是。上次来逛园子的时候，继儿还在我腹中，转眼继儿已经满2个月了，都不知道这春天是怎么过去的。可不是，上回来满园子的杏花将开未开，这会儿再看，杏儿都快熟了。2个月的光景，继儿已经会认人了。昨日我只问了一句娘亲在哪儿，他竟会用眼睛来找我。小公子长得多俊呀，一日一个模样，只可惜大王好久都没来看望夫人和小公子了。大王近日公务繁忙，公孙衍联合诸国举兵，大秦的兵马也要出征了。魏姐姐，八子，魏姐姐，八子在宫中静养多日，今天也有兴致出来走走。整日躺着，身子都躺软了。若再不出来走走，这心里头要添病了。八子说的也是，心若舒畅，身子才会好得快些。姐姐是宫中围棋博弈高手，妹妹正打算着等身子好些后，要去姐姐宫里讨教呢。说什么讨教？妹妹若是要来，姐姐随时恭候好了。妹妹可别怪罪，姐姐突然想起宫中还有些事情未了，得立时赶回去了。改日再与妹妹闲聊。宫里原来是把我和王后看成是异党的，如今王后与我疏离，宫里人都躲避不及，唯恐卷入是非当中。戴瑁是王后的心腹，他把八子害得这么惨，照理说王后该逃不了干系。大王没有惩处他，就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这话不可乱说。王后虽与我生分，但她并没有害我。戴瑁被枭首示众，虽说是罪有应得，但已是极刑，不该再怪罪王后。可惜王后听不到八子的话，她心里还不知道有多恨呢。八子仿佛是前世欠她的。我是欠她的。你们不知，当年在楚宫，
我与王后的情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出来这么久，也不知道继儿怎么样了。回吧，我也乏了。